正当大家在拍手叫好，警方终于逮捕了11男1女，总共12名在7亿立法会引起暴力事件的暴徒当儿，支持示威者的背后势力，竟然继续美化这些暴力行为的人士，甚至把他们比作中国国父孙中山一样。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5日，我是小马识途，不是老马糊涂。我念书不多，可是别想蒙骗我的法眼。小马呢，每天和你聊一则你感兴趣的时事新闻，喜欢的话帮我按赞、留言和分享出去，记得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让我们可以完成10万订阅的挑战，现在已经6万4了。然后每天有新视频更新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告诉大家，其实香港警方面对所有暴徒的行为呢，他们终于行动了。他们逮捕了12名7亿绅士的暴徒，因为他们在7亿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的大日子里面呢，让香港立法会沦陷了。所以警方在经过深入的调查过后，他们终于有所行动，逮捕了11名男子和1名女子，他们的年龄呢是介于14岁到36岁，都涉及在7月1日在立法会大楼一带所发生的暴力事件。而他们涉及的案件呢，包括私藏一些有攻击性的武器，还有袭警等等。所以小马认为警方这一次做得对，认为呢，逮捕这些违法的人士呢，其实应该绝不手软，希望他们继续执行这些行动，以正视听，绝不纵容任何的歪法歪理的行为。然后小马也收到消息就是在有另外一些团体呢，在网上号召他们要在7月7日在香港尖沙咀呢，要游行到西九龙的这个高铁站呢，集合进行这个示威。而小马认为，我支持和平理性的示威，可是绝对不能够违法，以及像那些暴徒一样。而这一次游行的发起人说，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游行呢，向一些内地来香港进行自由行的游客宣传他们眼中的香港价值。而我的频道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那么你们能够接受他们口中所谓的香港的价值吗？所以我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也希望看我频道香港的朋友可以说一下你对于香港价值的这个想法吗？而现在这些示威的人有在做到香港的核心价值吗？再来，小马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个真相，就是这些支持示威者的背后势力，其实他们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来美化这一些暴力的行为，来美化这些暴徒，甚至是一些不守法的示威人士，让人们觉得他们这些暴徒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都是圣洁的。而除了他们以外，这些勇士，这一些抗议的人士，其他人都是只要不支持他们的，都是肮脏的。怎么说？他们今天甚至在网络上把这些暴徒的行为说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当年中国的国父孙中山一样。他们说，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些暴徒有错，那么孙中山就是大错特错。而小马认为他们的说辞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如果你不接受暴力或犯法的行为，那么孙中山就是暴徒，他屡次遭到清朝的政府通缉。今天如果你没有做错事，你怕什么当时的清朝政府拉你甚至在惠州起义杀死了40人，比起现在冲击立法会更加的血腥。所以他们严厉谴责那一些不认同立法会暴徒的行为，如果你不认同，那当时的清兵就应该立即责罚。所以说到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不能够来比较，这帮人完全在偷换概念，他们企图扰乱人民的想法，合理化所有暴徒的行为。小马再一次坚持向暴徒说不。然后除了孙中山，他们也说孙中山以外，毛泽东也是暴徒，因为他公然鼓吹暴烈革命，以下犯上，
甚至鼓励屠杀大量的中国人，他含有这个暴力倾向，堪比立法会的示威人士，所以他们严厉谴责，如果你不认同任何犯法及暴力行为，就证明你也不认同毛泽东。所以这些人毛的行为包括策动罢课啦、攻城略地啦、自认暴动和支持南京屠杀等等。所以小马在看了他们所说和所写的这些文字啊，我觉得这些人的脑子其实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是当这些有心人士他们把这些信息传达给那些脑残的支持者的时候，你讲什么他们都会相信，因为他们只想听到他们想听的这个信息，他们完全没有了分析的这个能力，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悲。再来，我再举2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大家一定看过这个照片，小马也放过几次，就是他们硬要合理化他们的这个行为，他们是神圣的，他们是完美的。因为同样是集会，他们就说反送中集会，我们有这个红海开路救这些救护车，你这个称警察的集会只是为了破坏去世者的这些作品。而后来呢，男迎新陈国坤就出来打脸说，如果不是你们霸占道路，根本不用分红海，有伤者的话救护车马上就可以送抵医院。然后反送中站出来的就是那些诺贝尔奖的得奖组，这些挺警队的艺人，像谭咏麟啊、钟镇涛啊、梁家辉，这些都是亲中国的这些人，他们呢是讲的话完全不可以相信的。所以小马认为那样对吗？你们摆明就是在颠倒是非，就好像我一样，我是支持和平示威的，无论你是在哪一边。所以有小马在的一天，我一定踢爆你们丑陋的一面，我们必须要听两边的想法，然后给出自我的分析。再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化那一些冲进去立法会的示威者，因为据说啊，在这个立法会被攻陷过后，当中呢有示威者就取了立法会大楼餐厅里面的汽水后，就留下了这个汽水钱。所以看到了这一幕，哇，让很多人觉得很感动。他们不是普通的示威者，他们都是有良心的示威者，他们都是有良心的暴徒。而小马认为你这样鼓吹下去，如果今天我杀了你的家人，我向你家人道歉可不可以？道歉一次不够，我就道歉100次。你想想，现在单是香港立法会的维修费就要过千万港币，那么这一笔钱谁要负责？还不是全部香港人要负责，只是因为你那几百个不守法的暴徒，现在全香港的人民都要负责，那么你们来评论下这个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有观察这个反送中这1个月里面的发展呢，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只要你不认同我的，你们都是坏人。而小马认为世界不是应该多元的吗？为什么会变到那样？而小马和大家，我们都身处所谓的这个民主世界，我们吸的是自由世界的空气，那么我们有自由了吗？我认为并没有，大部分人并没有办法容纳有跟他不同意见想法的人。如果你说今天你民主自由，你应该要能够有办法去接受别人的意见。你们为什么都喜欢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呢？我们不可以有跟你不一样的想法吗？自由不是说我可以不认同你，可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这个权利。所以小马到现在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耐心，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方法出来的。所以今天呢的怨气就吐到这里吧。然后到视频的这个最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在泰国买的这个 T 恤，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呢是跟我是相当的相似，所以我想设计一件类似这样的，大家觉得如何？然后如果成本不贵的话，我可能会拿一个5件到10件呢，在设计出来了过后，就
就用一个方法抽奖来回馈大家的支持。或者大家如果小马出这一个拿来卖，让大家可以收集的话，那么你们会支持吗？如果你们支持的话，就给我留言说你们想购买。那么我们在等设计师把这个设计图做好过后，我就会公布给大家看。希望到时呢，我们能够一起支持小马师徒的频道呢，能够达成10万订阅的目标。好，所以今天呢的视频就到这里，记着。我是小马识途，小马不糊涂。我念书不多，可是你别想蒙骗我的法眼。小马每一天依然和你聊一则你感兴趣的时事新闻。喜欢的话，帮我按赞、留言和分享出去。记得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让我们可以完成10万订阅的挑战。然后每天有新视频更新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我们明天见，拜拜。